如果有來生，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？钟祖康。2026年9月4日，中國三大门户網站之一的網易旗下的网易文化，在網上開始了一項中共統治50多年來最為敏感的調查，題目是：如果有來生，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？截止9月15日下午6點的投票結果是，在11271名投票者中，竟然有高達 65% 的人声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，選擇來世再做中國人的只有約 35%。 這個初段投票結果立即引發軒然大波，投票原定於10月11日結束，但投票連同非常熱烈的網友討論，隨即於9月15日被強行終止，而且有關網頁也被刪除。9月16日，網易新聞頻道主編唐岩及評論頻道主編劉向輝同時被解雇。調查共給出10個選項，不願意和願意各5個。在那 65% 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，有 37.6% 是因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，有 17.1% 是因為在中國買不起房子，幸福離我很遙遠，有 7.8% 稱就是不願意，沒有給出理由，有 0.7% 是因為在中國不能惡搞，有 0.4% 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好的動畫片。至於在那約只有 35% 稱來生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，有 18% 是因為我愛我的祖國，沒有別的原因，有 6.6% 是因為中國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的文化給我自豪感，有 6.2% 是因為我要做龍的傳人，有 2.7% 是因為我現在過得很幸福，相信來生也會這樣，有 6% 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很快，前景看好。被虐狂病患者數以億計，在一個自信可以睥睨全球，號稱是英明領導愛民如子的所謂共產主義天堂中國，居然有 65% 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，這無論如何都是個大笑話、大醜聞，極大的國家機密。特別是儘管中共幾十年來傾全國之力強制全民洗腦和封鎖資訊，但依然有 65% 的人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，並深深感受到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。這確實令我頗感意外，也肯定令中共領導人更感意外，而且面目無光。來自中國的朋友說，他對投票結果不感意外，只對有人有膽量做這個調查感到意外。我就希望不是因為他們天真地以為中共領導人只想控制人民的今生，不管來世。當然，說 65% 的比率高，也只是以中國人的特有標準而言。若按一般文明人的標準，以中國大陸民眾被奴役的悲慘程度，按理起碼有 99% 說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才算合理。這也提醒我們，在中國無藥可救的被虐狂病患者已經上億計。如果再看看這些網民的留言，你就看到這些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人並非戲言，而是態度相當認真。他們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感到無限討厭、無奈、苦澀，對中共領導有咬牙切齒的憤恨。請細讀，我是上輩子做了壞事才被罰做中國人的，罰做受某某某的愚弄和欺騙的。哭。不用來生，如果現在有機會，我現在就不願意做中國人。我愛中國，但是我無法繼續去愛。這個社會正在走向一個極端，中國的貪官比哪兒都多，兩極分化太嚴重。如果有可能，現在就不願意做中國人，來世做豬都不做中國人。制度不好，但願來世的時候，中國是民主制度。我深愛生我養我的地方，但願那些成天說謊的人，以人民為敵的人，早日死去。做中國人感覺活着很憋屈。身為中國人，我沒有尊嚴，我感到悲哀。中國的文化都是虛偽的文化，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存在，更不要說發展權了。我找不到愛這個中國的理由，請指教。願意不願意，我還是中國人，但我會叫我的下一代不要做這個國家的人。來生我絕不做中國人，這個國家不愛自己的人民，你有沒有理由要求自己的人民愛這個國家？
為什麼不願意來生做中國人？因為不願意被奴役是人的本性。我痛恨我為什麼是個中國人？為什麼生我的土地卻要我辦暫住證？多少人都是這樣，這是無可奈何，命中注定。在我們所住的這個蘋果裡，發表言論說其他蘋果比我們的社會主義蘋果要好，屬於非法行為。根據這個事實，請問其他蘋果是更好的可能性大，還是更壞的可能性大？我都快30了，沒有錢，沒有房子，沒有女友，一天到晚在工作壓力中麻木度日，到公司快3年了，老闆沒有給我們加過1次工資，物價卻在飛漲。我已經沒有了年輕時的那些不切實際的夢想。如果我還有夢，也許就只剩下期望下輩子不再生在中國。想想自己在中國降生後所走過的50多年的人生歷程，我所經歷的不幸，所有同齡人都能夠一聽就明白。剛剛學會說話，就天天喊餓，喊了3年；剛剛懂得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的意思，就天天喊萬歲，喊了10多年。再後來，我趕上了偉大的改革開放新時代，卻上錯了車，而被載到一個又一個沒有權勢的小衙門裡。如今成了一個標準的窮人。幸好中國也有了互聯網，我不比像前輩陶县令那樣消失在荒野，而能夠做一個現實世界的失敗者，隱遁到虛擬世界，去打發自己餘下的垃圾人生。說來令人可笑的是，我在无望的現實人生中一敗塗地，卻在虛擬的世界裡找到了自認為有意義的生存方式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謝發明互聯網的美国人，但也僅此而已。實在是字字含悲凝恨，如此徹底絕望的悲號，在一個民族或文明當中此起彼伏。這樣的一個民族或文明，確確實實是徹底失敗，原是不該存在於世上，塗炭生靈的了。就像其他多個老朽不堪的所謂古文明永遠消逝那樣，但中國卻大抵是靠着驚人的繁殖欲和繁殖力，和長期無恥當道以及不擇手段而得以死拖活拉的苟延殘喘下來。這樣一個該死而不死，人多勢眾，論量而不論質的頹敗末路文明，是很難再有任何出路的。更壞的是，這樣的頹敗末路文明，一方面通過貿易全球化擾亂全球的經濟秩序，要全球無限量分擔中國人的大毒瘤，並以不合規格的中國式劣貨殘害全球民眾的健康。而且由於全國民眾都厭惡再做中國人，都只希望逃到自由文明的地方重新做人，長此下去，玉石俱焚，怕會早与和平演变的實現。看來一切都已太遲。這些網友的悲憤之情，令我想起香港歌手盧巧音的名曲《好心分手》裡的經典歌詞：曾給你馴服到就像綿羊，和解會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嗎？回頭望，伴你走，從來未曾幸福過，赴過湯，蹈過火，沿途為何沒愛河？下半生陪住你，懷疑快樂也不多，沒有心別再拖，好心一早放開我，從頭努力也坎坷。現在相信越來越多中國民眾的夢想，再不會希望領導人改邪歸正，或希望國人重拾失落已久的人性，因為這是沒有可能的，而且看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。他們的夢想就如這調查中的另一些網民所說的那樣，生在如瑞典、瑞士、奧地利、法國、意大利、荷蘭等歐洲寧靜的小國，並且有一個舒適的白領工作，然後一直和家人朋友們幸福地生活到老。其實這些地方不像中國，即使藍領工作也是舒適的。我下半輩子很想找個安靜有人性的小地方生活，看到親切的笑臉，過上自然的生活，和不同人种膚色的人打交道，有多元化的文化生活。我恨透了我現在不得已生活在中國杭州，我去了國外回来後，就越来越看不顺眼這裡了。中國人能夠終於擺脫做大國奴才的虛榮，而寧願做個罪而小邦的自由民，難能可貴。我愛我的祖國，愛它博大精深的文化，愛它的歷史，
但是如果有來生，我不想再做一個中國人，因為現在的中國人都戴着虛偽的面具，高尚的外表下卻是骯髒的靈魂。我要學着辨認每個面具後面的嘴臉，以防被暗箭所傷。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下，人活得太累。如果有來生，我想做一個澳大利亞人，到一個坦率的、充滿愛心的國度，度過幸福浪漫的一生。很抱歉，只要你還是迷信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你還是不可能深刻反省，你的靈魂還是要在苦海飘零的。原文載於2006年10月《開放》雜誌。